2024年呀，养老金将迎来20连涨啊，工龄呢15年和30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今天呢就一起来带大家看一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个视频。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2024年的一个养老金调整啊。大家都知道春节呢已经过去了，现在呢已经进入3月份了，大家的一个生活呢包括工作呢也都陆续的恢复正常了。而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新的一年里最关注的莫过于养老金的一个调整了。一直以来呢，关于今年养老金呢能否继续上调，都是老人们啊，包括老百姓呢十分关注并且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我国的一个老年人口呢是不断的一个增加，而新生儿的一个出生率呢却是在降低。疫情呢也影响了就是现在的一个经济嘛，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再加上呢2023年呢国家对于医保的一个调整，包括延迟退休的一个推进呢，让很多的老人都是在担心啊，这养老金呢会不会呢就是在今年暂停上调呢？会不会出现下调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好奇，非常的纳闷啊。那众所周知啊，养老金的一个调整和人们的工资水平包括物价水平呢那是息息相关的。而我国呢在2023年呢，不管是工资水平还是物价水平呢，都是处于一个上涨的状态。所以说老人们的养老金呢也一定会做出相应的一个上调的，只是说呢上调的一个幅度呢目前来说还是不确定的。但是呢，对于咱们退休老人而言啊，只要能够上涨，它就是一个好事，对不对？那么在确认会上涨的一个情况下，工龄不同，养老金的一个上调金额呢，差距究竟是有多大呢？咱们今天呢就来讨论一下，15年的工龄和30年的工龄，在养老金呢继续上涨的一个情况下，到底能够差多少钱呢？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啊。我国呢是幅员辽阔，有好多个省份嘛，20-30个省份，不同的省份呢具体情况呢都是不同的，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这就造成了不同省份在养老金的一个调整上侧重点呢，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省份呢更加注重养老金的一个水平，鼓励呢那是多交多得，但是也有一些省份呢更看重的是这个工龄啊，鼓励呢那是长交多得，就是交的时间越长，得到的养老金就越多。也就是说呢，即便是在同样的一个工龄下，在不同的一个省份呢，就是这个价值呢也是不同的啊，上调的一个金额自然也会不相同。那么为了让大家呢更加清楚这其中的一个差别，我们就用2个不同省份的一个养老金调整方案来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啊。在2023年啊，辽宁省域缴费年限的挂钩调整为每满1年呢每月增加1元，超过15年的部分呢每满1年是每月增加 1.5 元。按照就是这个调整方案，如果老人是15年的一个工龄，在与缴费年限挂钩的这一项的调整上面能够拿到的钱呢，那就是15元啊。如果是30年的一个工龄呢，那么我们能够拿到的钱呢，那就是30加15乘以 1.5， 那就是52块5毛钱啊。那么从辽宁省的这个调整方案来看呢，辽宁对于15年以上的一个工龄呢还是比较重视的，所以说工龄越长啊，在辽宁省那边呢肯定就是越吃香的。但是在其他省份呢，工龄更长的人呢相对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吃香啊。就比如说咱们全国的第一大城市最发达的一个上海市吧，上海在2023年的一个养老金调整方案当中呢，固定按照每人缴费的年限，就是每满1年呢每月是增加1元，增加额不足15元的是补足到15元啊，就是你每满15年也给你补到15元。也就是说呢，如果老人呢是15年的一个工龄，那么能够上涨的一个金额呢跟辽宁省呢那是一模一样的，都是15元。但是呢，如果老人的工龄是30年，只能够上调30元啊，比起辽宁省30年工龄的一个老人呢，会少涨 22.5 元啊。那么一个月22块5毛钱，一年下来呢，那就是270块钱。这个差距呢，说实话确实是不小的啊。由此可见呢，工龄长呢必然会比工龄短的人呢在调整上面更有优势。但是不同的地区呢，工龄的一个价值完全是不相同的，所以差距呢也会不同。如果说你所在的地区呢更加看重这个工龄的话，那么工龄越长呢，上涨的就会越多，幅度越多啊。所以说具体能够上涨多少，差距有多少，其实呢还是要看你所在地区的一个调整方案如何。那么大家认为应当增加和缴费年限挂钩的一个力度吗？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